現在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賣出美國這個字體，現在在全球席捲，到底怎麼回事呢？因為呢，我們來看到最新的消息是，聯準會主席他證實了，他收到了大陪審團的傳票，這個是來自於刑事起訴的威脅，就是川普恐怕已經對他祭出了刑事上面的威脅，而鮑爾因此呢，他在這個時候就痛批這個是政治上面的施壓，將會動搖到聯準會的獨立性。也代表呢，美國的貨幣政策正在被政治權力給正式的接管。這個消息一出，全球的金融市场怎麼做反應？我們來趕快看到賣出美國。我們剛剛說了，其實這樣的氣氛這幾天不斷的蔓延。首先，我們看到包括了美元跟美債都被拋售，美股呢早盤除了跌之外，美元現在也跌幅達到了3週來最大的跌幅。美債被拋售，而黃金則是價格創下$4600的新高。全球資金開始做重新針對於美國的評估，也就是說，美國值得信賴嗎？成為大家現在在思考的議題了。還包括了另外是前3位的聯準會主席，包括了伯南奇跟葉倫等人也出面力挺鮑爾到底。針對於鮑爾的刑事調查，他們是認為是史無前例的透過檢查手段削弱了聯準會的獨立性。針對這樣子一個賣出美國的氛圍，是否整體削弱了美國金融霸權？司法難道淪為政治工具了嗎？大使怎麼看？那一定是削弱美國的政治霸權，削弱美國的司法这個整個的政府體系的可信度嘛。可是做這件事對川普有利啊，川普對那個鮑爾已經怎麼講呢？已經深惡痛絕到什麼程度了？每次叫你這個升息，你都給我這樣拖，害我的這個經濟狀況不能夠照川普所說的那麼好，就是因為他認為最大讓他這個看不到好的成績單呢，就是鮑爾不配合，對，而且呢，我記得去年的時候，川普去這個美聯儲去視察的時候啊，曾經拿了一份資料交給鮑爾說，你們這個美聯儲大樓的這個整修工程啊，這個一開始到後來追加預算追加的這個有一點問題，你這裡面是有問題的。那然後拿了一堆資料交給鮑爾，當面，而且當着眾人這樣講，那已經就是在警告鮑威爾啦，就是說你再不跟我配合的話，我就要拿你這個案子做文章了。那鮑威爾一頭霧水啊，他也搞不太清楚啊，他只知道就是說，哎呀，他們要這個把这個聯邦儲備銀行的大樓重新老舊大樓整修一下，只是追加了幾次預算，沒想到川普找了一大堆東西，因為司法部調查局都在川普的手底下嘛，對。所以呢，這個鮑威爾現在我覺得他就是說觸了川普的逆鱗嘛，結果呢，這個就開始對他進行刑事的追查。我跟你講，美國的司法基本上不要以為真的是那麼客觀公理客觀獨立。川普自己就說啦，當時這個拜登他們就是用司法來整他多少個案子纏在那個地方，對不對？就是說用這種司法來把他的名譽把他水混，然後讓他去花錢，因為他打官司他不要錢嘛，很貴的。然後呢，用拖累他，給他示威。對。那所以這就變成就是說，現在川普做事是常常講不是沒有原則，他沒有下限。他沒有下限，什麼手段都使出來。那這個對於美國的這個國家體制來講的話，那現在美國國家體制其實建立了一個概念叫制衡。沒有人擁有絕對的權利，靠制衡來維持這個制度的公正性，跟他的怎麼樣專業性。那你現在川普的意思是要把所有權利都推到他手裡面，那你所有的經濟的政策就要服務川普個人的政治目的，那就是什麼短線、冒險，然後呢違反經濟規律也在所不惜。那美國的政治經濟誰敢還對他有信心？你手上拿美國債券的話，你就想賣掉了。對，
好，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整體的金融市場也瀰漫着很不安的氣氛哦，賣出美國，這是在金融市場的部分。其實呢，我們來看到美國它的民生市場也非常的低迷。現在呢，延燒的事情就是低招聘這樣子的一個就業市場的結構。尤其我們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數據哦，關稅政策下，供應鏈的裁員比例已經倍增，從16%到32%了。那去年12月失業時間的中位數是11週左右，創下2021年以來的最高數字。中產階級過去大概有60%的人口，現在竟然降低到只剩50%了。中產階級難道逐漸消失當中嗎？就業市場如此的低迷，是不是這些底層的人也會被忽視呢？看給我们1分半就好。因為中產階級其實是美國社會的，其實它最主要的中堅力量，對不對？但是你知道嗎？美國現在失業超過27週的長期失業者已經佔到所有失業者的1/4的26%了，這個數目還在繼續擴大當中。我們舉2個例子，一個就是那個33歲的一個瓊斯哈，他年薪9萬，他每個月要付$2400的房貸，他年薪9萬，大概一個月的話大概就不到1萬美金，然後他其中1/3他就要繳房貸，於是他就等於幾近要破產了。他投了1000個履歷，結果都沒有人錄取他。他現在只能靠什麼吃老本？好，那這是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。再看一個，他不是中產哦，他算是高薪的，年薪25萬美金，相當於台幣800萬。結果呢，他也投了800個履歷，結果他終於到了什麼？終於到去幫 Uber 送外送這樣子。那你就曉得說，他原來是一個什麼？他原來是藥廠的業務主管，他後來他必須要做零售業跟那個外送業，他才能夠維持他基本的生計。而且他的小孩本來是念貴族學校，現在改叫他們念社會大學，為什麼？他供不起。那這個現象不是發生在加州比佛利，而是你會在美國的主要的階層裡面，你都看得到這種傾向。也就是說，他們發現那現在這個環境是低招聘、低解僱。就什麼很少在招人啊，但也很少在裁人，就不會動。這樣不會動的話，它經濟指標就永遠上不去。這就是美國現在的實際上社會所面臨的問題，跟川普說的黃金時代完全是2回事，而且完全背其道而行。這種情況還要繼續再多久下去呢？其實老實講一句，美國人民也是都在忍耐了。好，所以如果美國人民苦哈哈，眼看期中選舉就要到了，所以現在川普其實不只是干預在司法針對聯準會之外，還干預到金融市場。我們看到他2個政策，第一個就是強行的封頂信用卡的利率，控制在最多10%，這是針對民生的這個信用卡的利率。第二個，他要控制這個房貸利率，不要讓它太高，所以他就讓這個房利美跟房地美2家公司砸$2000億買這個抵押貸款的債券，企圖壓低房貸利率，但是銀行也講了，你這樣只會導致信用緊縮，這樣民眾未來只能跟高利貸來借錢。像這個怎麼看？到底川普在不在意這些事情？是有，他還是做了一些制度。但你說他是為了百姓嗎？還是為了說這個選票？其實不見得，他只為了他自己。那百姓他沒有在意，那麼有錢他不在意一般民眾的啦。選票其實也是，他基本上沒有下一任了。所以看到現在川普做了很多的極端哦，委內瑞拉也好，伊朗也好，包括對美國國內也好 ，IC 這些當中的查緝非法移民，他都是一個就是要在任期內非要達到他自己目的的。他因為是商人，所以他這個執行度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太一樣的。只不過對於整個美國的金融制度傷害到什麼地步？要知道，其實包括聯準會 FED 跟財政部之間的關係，真是美國非常精妙，猶太人為美國這個政府設計的，所以才能夠這麼強大。在歐洲都沒有這麼樣的精妙。但是呢，要知道，其實，在金融市場是這樣子，美國很強，川普很強，美國財政部，各位各國都有財政部，都有央行，但是最上面的金融資本國際，那才是一團天空的雲吶。川普想要自己吃下來。這個金融資本聽他的不可能的啦，他會遇到很多的部分的挫折，而且主要是金融市場環境最重要是信任跟信賴。